小盒，看看有人没？没有。一件事，把眼镜换了，过了节了，药还是要吃的。在外边跑了一圈，还挺热。药盒呢？啊，这儿呢。4个人啊，这个算是临时赶上的吧？啊，装完药盒早点休息。3。4。6。好，这是恩格烈镜，然后是菲洛地瓶。23个人了，哇！你们都点赞了没？点完赞的话，来吱个声，发个评论啥的。走，然后菲洛地瓶，能听到我说话吧？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中药盒的时候跟大家讲讲，刚刚看了这个 Jeff 科技视角讲的这个，同样是这一幅图啊，就是我早上放这个，说中国创投啊断崖式下跌这幅图，Jeff 的那个视角就特别有意思，他呢觉得这个IT 橘子的名声不太好啊，所以呢这个数据不可信。然后呢，他找了2个这个名声比较好的机构，投中资本和这个叫做谁呢？还有一个是青科的啊，然后觉得趋势是对的啊，这个数据确实在下滑，但是呢没有那么厉害。这个文飞翔呢自己也出来辟谣说这个数据并不完整啊，我们是有一定筛选的。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他那个节目我没看完啊，后来他还在讲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商业地产这一块啊，他说这个苏州啊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园区都人去楼空了，然后呢，他找了一个什么做生物地产研究的啊，不是做商业地产研究的一个报告，上面讲的是苏州的这个这个数据是0啊，就是空置率是0，然后他选择相信这个东西，哎呀，给我气的。我说这件事儿呢，就是首先没有谁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啊，这件事儿我们是要明确的。然后呢，这个，但是你去选择一个相信这个苏州的生物医药的这个房地产数据空置率是0的一个文章，然后你说我更愿意相信这个啊，因为他们名声更好，这个事儿就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太夸张了啊。就是你正常的，你比如说有个3%到5%这事儿，你可以相信一下这个，叫什么呢？你可以相信一下说这个事儿是真的。但你说空置率是0%，对吧？这玩意儿跟这个大家站在上的有某人站在上面讲，哈哈，大家又选我了，这个事儿有什么区别没有？对吧？然后我们就愿意选择相信这件事儿是真的。那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立场，第一个是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数据其实是有立场的，不是说这个没有立场就可以有数据。一般情况下，我们要相信所有的数据呢是先有立场，然后再去搜集，搜集完了以后呢再去粉饰，然后呢再去进行了审核之后才可以去拿出来看。所以这个事儿呢，他愿意相信这个
一些这个明显的逻辑不是那么合理的数据啊，这个让我稍微有点失望啊。当然呢，像他这种就是更偏财务这块的一个人来说呢，倒是可以理解了。因为我是从业务角度上说，就跟很多人说这个我的程序没有一个 bug， 然后我会朝他呵呵的笑是一样的。这怎么可能呢？谁的程序说没有一个 bug 呢？对吧？有谁的这个一个园区说一间空房都没有啊？他说我愿意选择相信这个，这个很开心啊。这个也许是我可能个人看到的这种阴暗面太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更愿意相信每一个灯光下面都有阴影。可能对于 Jeff 来说，世界要比我看到的要更美好一些吧。好，我觉得我那篇讲的还算是比较客观的啊。现在要知道，这些做数据搜集的公司呢，首先他们都是没有完全中立性的，特别像投中资本这种，那也是个大 FA 公司、大投行，对吧？中国几大投行之一，跟这个华兴其实没有什么大区别，它可能比华兴还要小一点啊。那么他觉得投中资本的数据要更可信啊，然后华兴下面的 IT 局子的数据不太可信啊，这也没办法，包凡被抓了嘛，对吧？没孩子、没妈的孩子，这个也没人疼了吧？然后现在装的是利普妥哎，我中午跟 Alex 做的这个医疗相关的这个节目，大家看了没有啊？然后也是学习了一下澳洲的医疗方式啊。我们不知道是要向谁学习啊，反正肯定不是向澳洲学习了。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为啥不搞个长桥附图之类的推荐开户活动？其他中文博主靠这个赚了不少。哎呀，不知道啊，没玩过这个，而且我自己也不用。你不是今天休息吗？对啊，我明天休息，明天没有新节目更新，但是装个药盒，反正跟大家闲聊一会儿呗。我也看了啊，青稞的，是这个他没有校对字幕啊，写的是这2个字儿。羡慕内地啊，香港明天还在上班啊？为什么香港明天还上班啊？哦，对，你们肯定就是这2天没倒休嘛。跟范太、范公子出去转一转也好啊。这个，哎，这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还是，就是不是那么习惯啊。我其实很习惯是自己四处出去跑，然后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呢，就总的还是有这个不是那么舒服的地方。FT 的文章感觉一般 ，Jeff 的这篇视频太长了啊。他这个视频我没看完啊，反正看到他去讲说我愿意相信这个零空置率的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实在懒得往下看了。刚下飞机回家路上啊，这个看到了吃药直播啊，没问题。这个看公司注册数、看上市数就行了，看红杉、看经纬就行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数据呢都是有水分啊，或者是有一定是隐藏的，这个一定是会存在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叫冷暖自知啊，这个上海也好，北京也好，现在的整个的失业情况，整个的这个写字楼空置情况，包括送外卖的这个情况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怎么说呢？我们相信说，有些行业可能还在发展，但这个行业肯定不是创投行业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看大趋势就好了，第二个就是很多数据现在确实也没法弄，因为财不露白嘛，很多人现在不愿意说这个事儿啊。其他的我觉得真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的粉饰的太过分的这个，这种数据呢拿回来看，就是说以后这家伙的这边的数据，我们就让它
认为他们的这个名声更差一点就完了啊，就不用再想这个 reputation 的事情了，对吧？然后这个你不能说这个人以前的名声很好，我就一直相信他啊。那么现在他依然能够把报告发出来啊，你要想现在你能够在中国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啊，那么他其实就已经是不计个人荣辱了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按照以前的这种 reputation 来去看这个数据的可信度的话，就有点太怎么说呢？有点太年轻，太这个这个太把社会想得太美好了啊。X 上说今天休息嘛，没想到这个虚晃一枪啊，这明天休息，明天休息。对，都把赞点了啊，这个真是擎天柱啊！星期天还直播2次啊，是这个，比如我花2000块钱明天去注册个公司，算不算初创统计里头？肯定不算，它肯定是按照你拿到了这个，叫什么呢？拿到了这种叫做投资了才算啊，你注册公司这个不算。因为你要这个知道很多的这种大企业，比如说你像百度、腾讯这样的企业，它下的可能好几百个公司呢，而且不停的在注册，对吧？这个是不能按这个算的，数据不可靠啊，但是下行趋势是很明显，没错，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有号称空置率是0的这样的文章啊，你就这个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啊，你们写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的这个心态我能理解啊，这样我觉得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说法吧。但是你说这个他以前的信誉很好，所以我现在选择相信这个啊，这个就有点开心了。居然还有直播啊！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不算初创，统计的是拿到天使轮的，是的，而且这个天使轮还要公开出来啊，你没有公开出来的也不算。研发出国产 DUV 光刻机，中国可产8纳米，这个怎么说呢？我具体没有去看啊，但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乌龙的事情。这个乌龙到我都懒得去看的一个状态。晚上好，中午的直播看了啊，大部分看不懂啊，但是学到了一些新的观点。商业化的公共服务啊，商业化公共服务这件事儿怎么说呢？看来是一个万恶之源。这个公共服务就不能商业化？怎么看现在比特币？哎，今天好像涨了是吧？感觉美股涨它就涨，美股跌它就跌。其实呢，你看到的不是比特币，你看到的也不是美股，就是你看到的东西叫做美元指数，就是美元指数强的时候，所有的资产包括黄金都跌，美元指数弱的时候，所有的资产包括黄金都涨，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黄金有的时候跟其他不太一样，有时候会跟美元指数一起涨，但是通常情况下，美元跟其他所有的这种金融指数都是反的，因为如果美元强，比如说我加息了，或者说有可能有一些割裂、战争或者这样的事情的话，大家更需要用美元进行支付啊，大家一般喜欢用美元做对价。你不可能说我用黄金做对价，说，哎，你这颗导弹值这个2斤的这个黄金啊，这个事儿是不会干的，一定是说你这个东西值多少美金啊，哪怕说美元在涨涨跌跌，跟其他所有的这种标的比起来，它也有涨涨跌跌，但是大家还是习惯性用美元去做计价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一旦是这个社会动荡了，大家就去买美金。来玩什么意思？说明比特币已经被美国华尔街控盘了呗？我觉得不用太想这些事儿经济有可能会反转嘛？你说的是哪里的经济呢？世界的呢，还是某些其他地方呢？如果是世界的话，我觉得也许会有一些变化吧。但是世界之外的地方呢，我觉得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或者说可能现在还是未来10年里头最好的一年。好，然后继续甲骨安，
写字楼空置率也不准啊，统计数据一般只统计甲级写字楼，甲级以下还有大量空白。不过，既然甲级降租都租不出去，这个其他的只会更惨啊！这个事情没法说了。反正有些人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跟大家讲这样的一故事吧。我原来有一次参加这种展会啊，其实也不是一次了，就是我每天经常参加各种展会。然后呢，在这种展会上呢，就会有这种政府的工作人员跑出来找你，找你干嘛呢？就是统计，说你们签了多少单啊，对吧？然后你卖了多少东西啊，投了多少案子呀？然后这个他就会来问。后来我说，我就这么跟你说，你就这么听，它有用吗？他说没关系，我们就是统计一下，统计完了我们好去填报表，说我们开了这个展会，比如一般都是这种展会，一般都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嘛。就是我们开完展会以后，到底完成了多少交易额？就这种数都是一帮那个小姑娘、小伙子，对吧？然后举了个本儿，然后拿个纸、拿个笔在那儿记的。然后记的时候，他不需要看任何的这个财务数据，也不需要任何的这个证明啊，你只要随便跟他说，你说我做了这个100个亿啊，一拍脑袋啊，太好了，我给你记上啊，就完事儿了，对吧？然后等到那个他们发公报的时候，就给你尾数加上了。啊，这种呢还是政府的一些数据啊，这个 reputation 更好一些。所以数据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审慎的去看啊，也不能看谁的这个名声好，谁的名声不好。因为我原来在 IT 局子还做了一段时间，就是但是不是在那上班啊，只是说借他们办公室待过一段时间，跟那帮人还比较熟。啊，他们呢，这个数据统计上肯定是有欠缺的啊，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呢，啊，对于其他的像什么华中啊，还有这些这个青科呀这种数据呢，他们也瞧不上啊，说他们的数据根本不准啊，很多数据都是瞎编的啊，或者就是根据政府的要求自己胡改啊。这个 IT 局子的数据呢是这样，就是说我可以不知道。但是呢，我绝不把这个没有的事儿上去胡说啊！这个事儿，大家看怎么去信了。还以为今天没有装药盒了呢，这不是正装着呢吗？反正你到礼拜天总是要装嘛。啊，刚刚看完澳洲医疗体系的视频，有一个点没有提到，是澳洲医疗的safety net 体系啊，比如在澳洲买药，政府会先有补贴，买的价格上是政府补贴后的价格。如果在过去1年花销超过一定额度，超过这个额度之后的花销，政府会额外再有高额补贴啊，很多时候是全额的，避免长期吃药或者经常检查之类的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啊。这个，毕竟我没有在澳洲生活嘛，所以我问的时候可能就问的没有那么细致啊。看来这个今天 Alex 讲的说澳洲是社会主义这事儿没跑了。说明啊，就这能说明啊？说明啥呢？这个据说北京统计局放了个数据，说下降80%啊，这一定是统计的不准确，这个一定是老板你说要多少就是多少。相信阴暗面，相信 underground， 是的啊，这个我可能个人是有一点这样的这个趋势吧。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老板啊，这个就是我在猎豹做投资总监的时候呢，我上面有一个 SVP，啊，这个就是他负责管我，就是我属于 director 级嘛，就是真正在上面真正要干我就是要负责的是会有一个 SVP，然后这个 SVP 呢也叫 Alex 啊，叫 Alex 姚啊，这个人呢就是原来是大摩的啊，然后呢是现在应该还在，他就是给这个滴滴做上市的人啊，他最后把滴滴送上去以后，把中国公司到美股上市这条路就直接给封了，对吧？所以这圈子里的人都是以前的朋友，以前的这个老同事啊，老领导都是这么一帮人。这个他当时在猎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跟我聊天嘛，因为我们两个经常一起配合干活，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他属于学院派啊，这个就是每一件事情他都是这个有一些数据来支撑，然后去这个思考这个从财务上、从数据上、从模型上这事应该怎么回事。然后我呢，基本上都是按人性来理解，然后我们两个也经常吵架。后来呢，他就总结出来了，哎呀，他说咱俩配合挺好啊，他说他是学院派，我呢叫街头艺术，就是很多数据呢，就是我也没那么信，但是呢，当数据出现偏差的时候，或者当数据有一些可疑的时候呢，我总是能够相对比较敏锐的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然后很多的这种桌面下的东西我都比较熟。啊，所以我们两个配合就还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呢，原来在投行做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了这种具体公司以后，他一开始也是觉得要给我们指导一下工作啊，这个啊，很多原来的这个叫做他们这种国际大投行的这种叫什么呢？这种科学方法吧，我们肯定是不掌握的嘛。啊，但是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呢，这个他也发现说，这个依然学到了很多新知识，对吧？没想到在数据的背后还有这么多阴暗面，这么多的故事。就是大家要相信，就是你们看到的所有的数据，包括上市公司的财报这些东西呢，都是做出来的，对吧？首先是要有一个预期，然后呢，照着预期做，做完了以后呢，进行这个偏差的认知和调整，然后最后呢，再进行一层一层的审核，再调整，然后最终大家去签字啊，这是一个博弈和拉扯的过程啊，绝不是说，原始数据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我们把它弄完了以后就把它做上。我记得以前有很多金融圈的人就会跟我讲说，哎呀，这个我们不需要懂业务啊，我们只需要懂数据就完了，因为你们最后所有的这些业务、所有的技术的一切，最终呢都会体现在你的3张表上啊，就是这个现金流表、什么这个损益表，然后资产负债表啊，就是这种财务报表啊，都会体现在这上头。这个所有的东西最后只要上模型，都是跑不出去的啊！你们是可以去做一些这种小的什么呢？小的这种这个小手段啊，但是呢，所有的这些小手段呢，只是会造成这些报表的某些地方的偏差啊，或者呢造成报表不平衡啊。这个报表不平衡完了以后呢，你这个报表最后就做不完善嘛，因为你这个数据相互之间是勾连或者相互之间有影响的嘛。这个后来他发现这个事儿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里头有大量的数据，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做圆的啊。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数据最终是如何运转的啊，那么总是能够做圆的。而且其实呢，就是像普华永道这些公司，他们拿到的最终数据呢，也是这个做出来的啊，绝不是说用原始的什么审计清单，然后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份真实的报表，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因为我原来在上市公司，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数据，那就是要来回的去拉扯的，总量器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就是反正对于早期的案子啊，对于早期投资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可能我还要更明白一些。后期的，你比如真到 C 轮了、D 轮了，或者说你到上市了，特别是美股上市啊，那么这种公司呢，可能更接近于财务报表，或者财务报表的真实度会更高一些。你在 A 股上市啊，还真不一定有我看的那些这个叫做初创企业报表更干净啊。然后这个港股呢，现在基本上是 A 股化了。来，教师改成聘用制，就是教育商业化非常危险的操作。教师现在还是有编制的吧？大部分教师应该还是有编制的。环境不好也没办法，总不能躺平啥都不干啊！现在又是一个科技拐点，未来10年的新科技在爆发，这个时候不努力又没机会了。关键是你要在哪儿努力啊？你要在国内就别费劲了。美国和荷兰刚宣布进一步卡脖子光刻机，突然这个，哎，这个我觉得想太多了这事儿。国内这个呢，你就开心的听一下就行了。
澳洲的医疗体系和国内相差悬殊，澳洲没有老干部特殊待遇，这个澳洲大多数人可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如果得了重病的穷人还可以得到特殊的补贴，例如买药减价等等。是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观众啊，也是在澳洲的一位观众，曾经联系到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次联合直播啊？本来我是挺感兴趣的，我说你到底什么情况？他说呢，他从国内去了以后呢，就开始泡病号，这个就是他反正有一些长期的这种慢性病嘛，就在澳洲开始泡，然后也不用工作，然后加上补贴什么营养费，加上公费的这些药物，然后呢再加上有定期的护士到他们家来看。他说我现在完全不需要工作，我完全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活得很好。然后我就拒绝了跟他一起联合直播，我说你这个实在是太不正能量了啊！这个我们还是希望中国人出去了以后努力的工作，然后靠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换取相应的这种报酬，而不是去钻这种空子，说这个你跑到那儿去泡个病号啊。他说我想给你传授一下经验啊，他跟他太太两口子都在干这个事情。我说这个不太合适啊。教育商业化难道比小学第一课就是学伟大思想更危险吗？这个不知道哪个更好啊。那么谁的统计资讯讯息可信度高呢？哎，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其实现在啊，在整个的中国的创投行业，谁的数都不准，所有能发出来的都是粉饰太平之后的。所有发不出来的，肯定是统计不完整，而且他原来的这个公司呢，或者说这个数据提供商呢，也不会做任何的认证啊，说我来打保票，这就是我们给的数据啊，谁都不会来做这个事情，因为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就跟你现在去研究 A 股到底应该是多少点一样，它有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吧？有没有声音吗？好像有吧，让我看一眼，声音有的有的。澳洲买药补贴这操作跟内地恰恰相反啊，农产品用现价购买来控制，而不是价格补贴，妥妥的反向的中。好吧，这个就没法说了，这个国内的也就如此了吧。瞄了一眼那个啥 Jeff 科技视角，这家伙好像挺右的啊，看国内也是一副嘴上说的比法国左，实际做的比美国还右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分左右了，这个就是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精英的人呢，他们会去选择说我们相信这个名声好的媒体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关于火星上青蛙的数据大多不可靠啊，不过你需要多可靠的数据才能相信上火星才能相信火星大概率没有青蛙呢。哎，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这个笑话讲得很好啊，很冷这个笑话。哪个国家实行的是农业产品限价收购？我怎么没搜到？这个你们自己去讨论啊，这个事儿我也不太懂。还有关于普通的常规检查如果没有基础病或者家庭基因缺陷，基本上不需要每年定期检查。家庭医生说的是吧？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德国小姐姐，就是反正她是一个这个中德混血吧，她妈妈应该是个台湾人，会讲中文，然后在那录抖音，她就讲说在德国是不鼓励你去定期体检的，而且呢也其实不太允许你去做定期体检。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大家本来也都挺健康的，你体检它干嘛？而且有好多病你真的是你检出来你也没法整。很多人就是什么癌症什么的，就是你不告诉他，他活蹦乱跳的在那折腾，对吧？你告诉他说你是癌症还能活3月，然后3月以后这人果然就挂了。但是如果你就始终不告诉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也还能再活蹦乱跳的好几年，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就是人其实好多心理因素就是这样，就是你告诉他，其实你也没办法改变任何事情。
对吧？你还不如让他开开心心的去混呢。像这个英国那个司机大叔也是这样啊，他是骨癌，像这种你如果不跟他说的话，他没准开开心心又混过去了啊。但你跟他说了呢，他就心里可能一下就这个吃不住劲儿了啊，一下就完蛋了。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这种例子，就是你跟他讲了啊，然后这个事儿就马上完蛋。对于国产游戏怎么看？会不会开个口呢？不会。这个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黑神话悟空能火，对吧？做成黑神话悟空同样水准的东西就能发布，没有那么容易啊。这个原来大家说，哎，第二个3A 是什么？是网易的烟云16声还是什么？现在看了啊，说你的演示视频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最后做出来的游戏还是很二的啊，二的一塌糊涂。就实际演示，大家一看就直接趴菜了啊，所以这个短期内不会再有这样的3A 大作出来。但是呢，我觉得，黑神话悟空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改变。改变是什么呢？它让全世界做3A 游戏的工作室都看到了中国人的购买力。啊，你只要做得好啊，中国人愿意花钱买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可以玩到更多的中文游戏还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下一个版本的战神，下一个版本的塞尔达可能就有中文版了。游戏国产游戏啊，是的，我们都没什么活干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有些统计数据可能还说这个要粉饰太平一下，中国的各个产业都蓬勃发展。这个怎么说呢？稳中向好吧，我们还在稳中向好。数据怎么能跟什么export judgment 比啊？这个不要怀疑老板的判断，数据不匹配肯定是你用的方法不对啊，是这样。怎么弄出的慢性病吃这么多药啊？这个也没有了，其实就是一直在吃。我呢是，我想想应该是哪年？可能是几年发现的糖尿病啊，然后到现在应该也快有20年了。03年还是02年啊？然后也20多年了是。后来是到不对，对，10年发现的高血压。然后就反正就每次就多加几片，下次再多加几片，就变成这样了。盐碱地土壤没改变，黑悟空只是一个特例。是的，其实大家看这个《流浪地球》就行了，《流浪地球》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那算是国内的科幻片的一个里程碑吧。但是人《流浪地球》完了以后，到现在为止还能看的科幻片，也就是《流浪地球2》了，没了，对吧？这幅是个标题党啊，《经济学人》没说断崖式下跌，只是说如何大国限制留了私人部门啊，限流可没有那么戏剧性。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最后看完啊，他那个也是很长的一个视频，所以也没准最后他又赚回来了。因为从他的角度上说，他也知道这个数肯定是在下跌的，但是呢，你批驳了半天，说你这个数据不准确，然后这个别人的数据更好这个事儿，我觉得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其实包括记者也好，编辑也好，在写文章之前也都是有立场的那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他的立场，比如说是中国经济远没有那么差啊，还是不错的，还是说这个已经很差了，虽然数据不是很准确，但是呢还是很差。你像我的这个立场就是很鲜明的啊。这个能猜猜某些做审计的大所能知道多少猫腻吗？这个关于普华永道的事儿是吗？这个我觉得可以去讲一讲吧，但是这个明天吧，这种，但是这种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跟审计公司打交道，其实打的非常少，这个没有到那个行业，也没有到那个层级，但是呢，就是稍微打过一点点交道，只能瞎猜，但这一部分瞎猜呢，又没什么意思啊，这块儿但是也可以猜一猜吧，这个看看我明天或者这几天有空可以猜一条普华永道吧。我们也以为黑悟空以后资本会大肆进来，结果更惨。资本为什么会进来？这事儿很奇怪啊。这个还有很多人觉得美元降息了以后资本就会回来，也不可能的。因为这个
我看了那个付鹏的演讲，他说人家进来不是因为你便宜，而是因为人家觉得你以后会更贵。如果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的资产以后会变得更贵的话，美元再怎么降息，他们都不会进来的，对吧？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各种根据项目裁人了，一个项目里头所有职位都要干掉啊，这个太正常了。什么级别开始享受老干部医疗啊？这个你要在北京的话，可能至少是省部级以上吧。但是你比如你到县里了，啊，你没准县处级就可以。有声音，对。外资医院没多大前景，多少人能自费看病？北京、上海4、5家基本满足所谓的中产需求，只要不能用医保，就没有多大市场啊。这件事儿其实我是不同意的啊。你像中国有那么多人排队去约这个专家号，那么多的黄牛，对吧？然后这个包括像协和这样的医院，中国最好的医院应该是协和，对吧？你基本上自己挂不上号，都得靠黄牛。那我干脆整一个外资医院，我就直接把它变贵啊，一直贵到说黄牛在里头没得可玩了，这不就完了吗？我随行就市来做这件事情啊。那么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这个外资医院去看病的啊，这个不用太担心。而且在中国做这件事是很挣钱的啊，这个等我们去看吧。还有泡病号的人有。这个各种神奇的都有啊！你去过301啊？什么级别能去301？我经常去301，我这级别就去301，301也有正常门诊，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对吧？这个并不是什么级别都可以去啊，什么级别可以去啊？301是这样，301有俩院子啊，就是在4环里头有一个院子，在4环外的还有一个院子。你要问说什么人可以去4环外边那个院子啊？那个院子里头就是老干部去了，那个里边到现在为止毛泽东病房还保留呢啊，你自己想吧。体检好像会被保险公司知道啊，然后拒保啊，这个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吧。可惜干巴大叔不信中医啊，不然也许还有的救。心理因素很重要啊，这个中医呢我是不信的，这个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去相信这个迷信的东西啊。黑神话这游戏只不过是积累了多年的需求，我倒不认为它是积累多年需求啊，就是你这么大的市场啊，这么多的游戏人里边总有这么几个各色一些的人啊，然后这些人呢，其实原来我们接触的非常多，我们以前每年会去做这个独立游戏比赛，然后会花钱给他们做比赛，给他们发奖品，然后从里面去招聘人员，然后也鼓励这个游戏公司的人去参加这种独立游戏比赛，到那里去这个跟大家一起去碰撞，一起去喝酒啊，我们定期会组织很多这样的活动。那么这个里头呢，有一个人啊，突然就爆发出来，或者说他得到了一定的资源，然后可以咬着牙在这儿做个4、5年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你毕竟有这么大的样本量，总会出一个比较奇怪的，对吧？那么他出来了呢，也就出来了，对吧？跟这个其他的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就跟这个咱们前面讲这个叫什么《流浪地球》是一样的啊。301任何人都可以去啊，只要你有时间排队啊，这个说的也不对啊，301其实不排队，这个301那个是非常快的，这个而且301的整个的系统非常的发达，就是我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在301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挂号啊，挂完号以后，像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去开药的，比如说我高血压、糖尿病，对吧？开这个糖尿病是开内分泌科啊，高血压是开心内科。心内科的这个号是非常好挂的。我现在去挂这个，这几天不行啊，这几天是假期。比如说正常的上班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上班吧，我去挂礼拜三的号都是能挂上的。但是呢，这个内分泌的话我不太好挂啊，内分泌的号一般是要挂到可能礼拜四、礼拜五的还是能够挂的啊，这个事儿不是那么难。挂到号以后，你说我就是挂普通号，然后去开药，这个事儿相对容易一些。你说我一定要挂个专家号啊，这个呢，你可能再过个1周啊，比如我现在挂下1周的，基本上你都能挂上啊，这个事儿并不难。然后挂完了以后，你就到那个
该到你的那一天啊，比如说我挂了下周二的号，假设是这样，我就到下周二去。然后呢，到那儿去以后呢，那个有一个机器啊，那个机器就是你到那儿说我是谁谁谁，刷你的医保卡啊，刷完了以后，他就让你去交钱啊。这个其实也不是交钱，就是你挂的时候已经交了50块钱了。然后那个刷完医保卡以后呢，他再扣你10块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叫做这个钱就这个单子就出来了。然后那个你一开始交那50块，回头会返回40，就是我们等于挂号费是医保走40，我个人交10块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拿出单子来，那个单子上一大二维码，就是这个挂号单。然后呢，拿着这个二维码跑到那个分诊台去，那个分诊台是一个扫二维码的机器，人家要夸夸夸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挂号单都扫上，他就知道了啊，你已经来到这个分诊台了，给你排上号，然后告诉你说，哎，现在你到哪号哪号诊室去等啊，然后基本上我觉得一上午都能搞定啊，这个要比澳洲啊什么加拿大这种地方都快得多。就是你从这个，比如说今天不太舒服，想去这个验个血呀，或者想去这个开个药啊什么的，半天全搞完了啊，这个非常快。美国有定期体检，不过基本就是非常常规啊，例如血常规，弯腰手指碰脚趾了，然后已经有的或者是新发现的问题，增加检查啊，这个国内也有。黑悟空被各类解读，从故事甚至到配乐，再配图，有没有可能被封？这个怎么说呢？一阵儿一阵儿的啊，这个上面的心思不好猜。OF 上市能值多少钱？什么？哎，这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啊？这个你们到 YouTube 里头了，就不要在这儿这个用各种缩写让我猜啊，这个没有意思。这个灵友坊的影之刃，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戏啊，好像拿出来看到的很多的这种，画风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啊。这个其实游戏的玩法是很重要的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呢，玩法其实已经算是有创新了啊，而且也还算是经得起推销的。但是对于这些老的魂系玩家来说，黑神话悟空的玩法还是不是那么招人喜欢啊。这个我儿子现在回家嘛，我问他，哎，你这黑神话悟空没打完呢，要不要接着打？哎呀，懒得打了，没劲了。我说为啥呀？就是没意思了。我说那艾尔登法环还愿意打吗？他说那还愿意啊。我说那有什么差别呢？他说艾尔登法环的地图、故事和玩法上要更丰富啊，也还有一些新鲜感。但黑神话呢，再往后基本上就没什么新鲜感了，就是躲避啊，然后呢，这个架起棍子来，然后是砸啊，没有什么其他可玩的东西。黑神话各种解释啊，这个就不要想了。吃的药有些只是保健药吧。我吃的药呢，就是钙片和这个欧米伽3算保健啊，其他都是正儿八经在医院开出来的。糖尿病容易造成系统性疾病，糖尿病一得各种慢性病，慢慢多多少少都会来吧，是这样的。感谢成为新会员啊，我们来给会员发小扳手。新会员报道，感谢感谢啊，你已经领到小扳手了，自己再发一条留言看看。美元降息预期啊，有一批资金已经来到亚洲，精准避开了某地，是这样的。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啊？这还在这儿写这个缩写，好奇怪，这到底是谁呀？中国农产品限价收购的主要方式是最低收购价政策，这个储备收购政策、公司合同收购。楼上说的限价收购是到底是哪国的啊？没看到。除了急诊病人体检在医院里直接化验检查外，通常的常规检查是由家庭医生开出单子，到附近的验血站和 X 光中心检查。2、3天后再去家庭医生处看报告。如果检查结果有大的问题，家庭医生会推荐给看专科医生，好吧？
这个你比如说我在301做检查啊，这个甭管是 B 超啊、X 光啊、核磁啊，当然我现在已经不能做核磁了，我这个脖子上有钉子。然后呢，包括验血，这个能先进到什么程度？这个它是你自己去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验血的这个报告直接推送到你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微信服务号直接推上来。推上来以后，你说我需要打印一张单子，然后你就到这个301地下1层专门有一堆打印机，然后你到那儿点一下，说我现在要打印单子，就给你打出来了。然后呢，你比如你拍了一堆片子，对吧？包括核磁片啊，你拍完了以后，你说我需要拿片子，然后也是就是在301医院的地下1层有一个大厅，然后里边全是那种叫胶片打印机，然后你到那儿扫码，说我是谁谁谁，然后把医保卡刷进去以后，然后说，哎，你现在有几张片子可以打印，然后你先确认，蹭蹭蹭那个片子就出来了。然后你去任何的301以及301的这种分院去看病的时候，你不需要带这个片子啊，他们从网上直接调啊，说，哎我发现了你在哪儿拍了片子啊，我调出来看看啊，直接就找着就给你调。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这个先进性绝对比澳洲这个强多了。然后啊，感觉游戏还是得小厂初创企业，大厂虽然有资本有人才，但是太官僚。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当官僚体系来管理游戏开发的时候，是比较难做出好游戏的。呃，我去过五棵松那个301啊，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301，其他的都是分院。医院挺大，挺多的设施很新啊。我去查颞下颌关节紊乱啊，做了个核磁，记得自费了900多啊。我去做核磁一般好像我记得400-500吧，因为我反正应该报销一部分。而且你想核磁这种东西，在很多西方城市里，可能几个城市才有一个。在301，你有多少核磁？我记得301核磁室大概有十几个那玩意儿，没有至少应该有10个上下吧。而且那都排不上号啊！像我在301看病，经常需要做核磁或者需要做这样的，其他的一些这种影像的时候，那个301的医生会问我说：“你愿不愿意上其他地方做去？啊，你只要是达到什么标准以上做出来的，我们都认。啊，然后呢，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不用在他那儿开单子，然后你换一个医院在那儿开去，啊，开完了以后人家给你做，做完了以后你拿着片子回301看就行，啊，这是没问题的。”当时在古城那边工作啊，距离不远啊，坐1号线就去看了。啊，301其实真的是全中国的人都在那儿。这个对，主席病房应该是留着的啊。外资医院肯定会有问题是，一本正经的外资医院是否会来莆田系啊？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也担心莆田系进来，或者玩一些资本运作啊，这事儿是很讨厌的。这个总收入66亿美金，创作者分走53亿，这个平台留下13亿，这13亿扣掉流量成本和交易手续，这你在讲的是哪件事儿啊？这个经常说的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个陈小龙啊，你这说的是谁呀？不知道啊，你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慢性病开药挂视频门诊就行，都不用去医院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去医院吧。黑神话悟空情怀啊，听着云宫迅音就想哭啊。这个我现在听着黑神话里头最好听的一首歌叫屁啊，然后呢这首歌只有半首啊，就是它比正常的歌曲短啊，我印象里大概就是1分多钟，还是不到1分钟的一个长度。但是呢，那个歌听起来很像是《攻壳机动队》里那个音乐。除了《人类简史》外，你还推荐什么好书？这个其实也不算好书了，我其实看的书很少啊，就是我大量时间看小说了。最近真正看的书，《人类简史》啊，《未来简史》、《今日简史》，然后呢，最近出的这本叫《至人之上》，我还没有找到电子版。找到电子版以后，我会开始读啊。现在我是不会去看纸书了。《流浪地球》建议去北京电影博物馆看啊，但是始终是讲一个
一起努力干大事的宏大叙事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这个看完了以后，你可以带着批判去看。其实《流浪地球1》《流浪地球2》我都专门录了视频去讲这个故事。北京的资源各种充足，我最近换美元，往境外汇，用县城老家的银行卡汇了1万人民币就被限额了，最后还是用我在北京办的银行卡，每笔可以汇20万。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越小地方越出事儿呗。OnlyFans 啊，简单来说就是直接粗暴的赚钱啊，特别的赚钱。这个而且商业机构商业结构非常一目了然，没有任何需要绕弯的地方。总收入66亿美金啊，创作者分走53亿，平台留下13亿，这13亿扣掉流量成本和交易手续费，剩余8.2亿毛利，再扣掉运营成本和税费之类，纯利差不多是4.8亿啊。这种项目其实未必值钱，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呢，这样的项目你要看它未来升值的空间在什么地方啊。这样的项目你就算上市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啊。这个像我们以前做并购的时候，一般是这么来思考问题的，就是这个项目是买下来以后，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流量，或者跟其他的一些什么信息进行结合了以后，有没有这个催化剂的作用啊？有没有这个1+1大于2的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的话，是没有人会愿意买这种项目的啊，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像他们这种项目，也没有必要上市啊，因为上了市以后，你还需要接受监管，还需要这个做审计，然后呢，你做各种的这个乱七八糟事情都会有问题啊。这个其实就老实实做下边自己挣钱就完了啊。这种项目真的没有必要去收购它，也没有必要去这个上市啊，这个他就自己挣钱挺开心的。黑神话的故事散乱啊，这个但是已经算很好了，已经算很好了。我感觉在中国讲故事这件事是很难的，像黑神话能够把故事讲成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多少钱收购啊？刚才已经回答过你了，这个没什么价值啊。老范啊，经济彻底崩溃了，这个也还没有啊，对吧？我太太昨天看了一个数据啊，好像是是北京师范大学还是哪个，反正一个大学做的，是专门做这个社会研究的一个机构做的，说中国有9亿人的月均收入是在这个2000元以下。然后当时我们就看说这数据哪儿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也不进行解释，对吧？因为你想中国有多少未成年人，有多少无收入人口，然后你这个9亿低于2000月收入的人里头，到底算不算这些人啊？然后他最后算的时候，完全无收入的人大概只有400多万，那这玩意儿咋算出来的？对吧？你比如今天有一新生儿生下来了，那他算是完全无收入来源人吗？对吧？这个事儿你没法讲啊。那你说这个去年好歹还生了800万人呢，这个8、900万人出生了，那这人里头除了这500多万完全无收入人里头，剩下人哪儿去了？是现在已经给有收入了，还是怎么着了？没了。所以这个数据有的时候很奇怪啊，就是我相信他可能算的是这种叫做家庭平均收入啊，人均收入。但是你好歹在写文章的时候把它写清楚啊，这个否则没法看这个事儿。然后我今天也很困扰，说为什么要反复发这种文章出来？你比如说吧，你告诉一个月薪3000的人说，哎，中国现在有9亿人月薪不够2000，那这些人会出去消费吗？还是会干嘛呢？对吧？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很奇怪，对吧？难道说领导看了以后就这个能够好好的发愤图强了，给民众发钱了？这不可能啊，对吧？这个很奇怪这个事儿。我记得前2天看了那个付鹏的演说啊，上头也讲说，你们不要看中国的存款总数在上升，但是中国的存款率在下降。后来我说什么叫存款率啊？他说这样，一个人挣3000块钱啊，你如果存了1000呢，存款率是33%。总的存款率在下降是什么？就是所有人手里的钱都在变少，但是极个别的人手里的钱在变多，然后他们在不停的往银行里存钱。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甭管是前面这个不断的往银行里存钱的这个极少数人，还是这个月光族在不断的消耗存款的大多数人，到底谁会去消费？谁都不会去的。这个老范也很钢铁侠啊，这个怎么能算钢铁侠呢？中国医院的数字化应该算非常先进的。是的啊，疫情催生了一大堆专业做这个，其实也不用到疫情，疫情前就已经非常专业了。我记得我去看牙啊，就是我去补牙，这颗牙去补过。然后呢，这个补牙的时候要拍个 X 光片，就是你咬一个那个东西叫贝还是叫什么，反正是一个放射源啊，咬在嘴里，然后在旁边去拍。就是他开一单子说你去拍吧，然后我就跑到那边去，然后拿一个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塑料袋，然后包着一个这个放射源，然后咬在嘴里头，然后呢穿上那个这个防辐射服，然后啪一拍，拍完了以后说走吧，然后呢也没有任何卡呀、片子呀，什么都没有啊，你就走。回到这个补牙的那个床上躺好了以后，这个图片就已经回到这个医生的这个电脑里去了，它可以通过网络调。然后呢，你只要是在这个体系里边去，你比如301啊，这个武警医院叫301，大概第3分院还是第4分院。然后呢，这个其他各个医院就都是301，就有好多分院，就是你只要在这个体系里头拍的所有的这些照片，他们都可以查找，可方便了那玩意儿。AI 的发展除了美国，就是中国最厉害了嘛？是的啊，这个不用有任何疑问，就是中国。在日本啊，一个普通的、很便宜的心电图，如果你在半年内在任何医院做过没问题啊。如果不是去急诊，其他医院就不给你再做第2次心电图了。医保不给报销，而中国随便做啊。对，中国反正你想做就做。现在呢，已经比以前好了啊。以前就是你在其他地方做了，我不认，你必须重做。这个，我记得我得糖尿病的时候，大概是2021年、2022年，我忘了啊。反正那一年的时候，我当时住院，然后呢，那个一早上起来，护士就来了，啊，几号床，几号床，抽血了，啊，就抽血。然后呢，一看那护士拿了一大把，大概20多根那个抽血的那个管儿，对吧？就是他那个抽血都是一个真空的小试管嘛。然后先把一个针扎在你胳膊上，然后拿那个试管啪往上一摁，然后那个血滋滋滋就出来了，对吧？我一看，我说怎么这么多呀？他说对呀，他说给你开的检查很全，你都住院了，就都做一遍吧。我说好。他那个时候连艾滋病都给我验了啊，我那个时候正式的确认自己没有艾滋病。我说我不需要验这个东西，我洁身自好啊，没事，反正都验了就验了吧，都走医保，然后全验了一遍。后来我去做那个什么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也是啊，整个全抽。然后抽血这个东西呢，就是抽静脉血还好啊，最痛苦的其实是抽动脉血。哎呀，那玩意儿是真疼。就是如果你看着护士来的时候，除了这个就是正常那个叫什么采血针啊，和这个一大把试管，在他那托盘里还有两个注射器啊，空空的注射器，然后就知道啊，今天早上的项目有这个采动脉血啊，那这个就会很痛苦啊。这个我当时我记得我采动脉血的时候，这个人疼的都直抽抽，然后采完动脉血以后，我把整个的病号服、床单什么全都给汗透了啊，这全都是汗，这真疼那玩意儿。其实一直非常不理解为什么 OnlyFans 的生意，Twitter 不自己做啊？这个事儿其实也很简单。这个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啊，5星级酒店为什么不可以卖盒饭？这个事儿你们想过没有啊？这个我们又有一位会员发言了啊，不是没有小扳手啊，赶快去发一个。我记得我在1997年啊，去跟着杰维 C 一起在北京的凯宾斯基饭店还是哪个饭店去做这个杰维 C 70周年大展啊。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工作人员需要吃盒饭啊，这个是在凯宾斯基还是在长城，我忘了，反正是一个很好的饭店。然后人家说不行，你不可以在这吃盒饭啊，你这个要么离开啊，要么是这个订我们餐厅的，就是5星级酒店的这个饭。那5星级酒店饭肯定非常贵嘛，这个他们又不乐意，说我们必须要吃盒饭，而且我们的时间也不够啊，必须吃盒饭。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
整个在这个酒店里头包了一个大厅，然后把整个大厅封闭起来，然后呢，所有的盒饭要从这个就是装货的这个梯进来，然后呢完全密封了，送到这个厅，然后呢大家必须在这个厅里吃完，然后把这个盒留在这儿，然后回到展台上去继续工作，然后这个盒整个吃完了以后，封闭在这个房间里再整个拿走，对吧？它就是你还是要有名声的啊，你是要脸的。像 Twitter 这样的一个公司，你要是直接干 OnlyFans 的活的话，你的这个广告主啊，你的很多的这些传统的顾客就没法跟你一块玩了啊，它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这个要有自己的一个范围。医院的这一波联网基建不知道得多少年得用多少年啊，海量的安卓这个魔改的终端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打补丁啊，这个应该一直用下去呗。这个各种屏幕啊什么都是安卓魔改的，我知道，就是你的各种什么扫号的机器啊，然后那个各种的叫号的机器啊，各种的这个显示的屏幕啊，全都是安卓的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OnlyFans，老范真的不知道啊，我知道这个项目啊，但是我自己没有 OnlyFans 的账号啊，也不怎么浏览它的东西啊。然后 OnlyFans 我觉得反正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的啊。他反正就做呗，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赛道，可以一直做下去。今年吃啥味儿啥牌的月饼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好像是保险公司送了2盒。我现在已经又彻底的脱离社会了，因为每天都在家录视频，所以没有人给我送月饼。说的成人平台啊，这个知道 ，OnlyFans 是成人平台。想起郭德纲的这个段子，你有时间简史吗？这个，哎，这我还没看过啊。西方核磁也不是几个城市一个，我这里很多核磁共振，都是商业化，就是开个小诊所买一台核磁共振接单当做生意啊，也可以吧。但总的来说，你不会说一个医院里头给你搁10几个是吧？这个事儿你们是不会干的。美国我估计就算是纽约呀、旧金山这样大的城市，也不会说我搁一个医院里头整10几个这玩意儿。这个你们有没有现在去过301的，对吧？就这1、2年去过301医院的，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啊，非常高效率的工厂。然后呢，把所有的病人像这个工厂上的零部件一样，在流水线上过一遍，可以极其高效的进行这个药物处理，进行这种各种诊疗啊，那个效率高的一塌糊涂。你比如说这个你要去拿药，对吧？这个开完药以后，你要找一个地方去付费，而且付费那个地方呢，其实还不是有人值守的，是无人值守的。就是你把这个医生开的处方单在那一扫，你就可以付费了。付完费以后呢，这个他会给你打一个这个付过费的那个单子，然后你到这个药房去，把这个付费的单子上头也有个二维码啊，然后条形码不是二维码，在这个机器上一扫，然后呢，你现在就可以等了。那边呢是机械手和这个传送的那个转盘啊，也不叫转盘，它是这样的，就是那种螺旋的那种滑梯，从楼上滑下来，然后你坐那儿等，然后他们从上头夸夸夸把药往下扔，啊，这个挺好玩的，就是很快啊，你看一大堆人在那儿等，等完了以后，这个过个可能20分钟，然后你的药就出来了。国内大城市的人到澳洲来看病，化验得等几天，都觉得太慢啊。哪天有个人说，等到化验结果出来了，没准病都好了，不用去看医生了。我觉得就是不希望医生人们经常去看医生。是的，国内做各种化验真的是非常快。你像我们去化验的话，301基本上是血常规半天啊，就是你上午去扎，大概到下午2点钟，你就可以在你的微信上查到信息了，然后你就可以找医生说，哎，我现在信息出来了，帮我瞅一眼，对吧？就没什么问题，就都可以去跑。现在手机银行可以直接转账到境外吗？这个如果不超过1万美金的话，不知道啊，没试过。
国内的创作者赞助平台爱发电也很稳定，这什么东西？很稳定的赚钱，但是几乎没有成长空间。爱发电没看过啊，这个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想了解、想理解经济学的，先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明白什么是重商主义，对自己或者孩子如何学习感兴趣的看慢思维和快思维，子女读书看青春期的大脑风暴，不是说青春期对两性感兴趣那种的青春期。好吧，感谢你推荐图书啊，虽然我不太看这些书。讲到书啊，最近看过的书里头，除了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3本简史之外，另外一本是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啊？谷歌重新发明公司啊，就是讲谷歌创业的一本书，然后还看了一本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心流啊，看了一本心流。其他的书基本上就不怎么看，我其实看书看的很少，这个跟你们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一直是玩街头艺术的。这个境外转账和购汇是两回事儿，是的，购汇是5万啊，转出去这个事儿呢，一定是要比较麻烦的。今天说了啊，收购必须有协同啊，必须有成长收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你收购它，你总要有目的吧？你收购它的目的是挣钱，对吧？你收购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玩儿。这个你如果收购完了以后，人家原来值这么多钱了，你收购完了以后发现还是值这么多钱，你挣什么呢？对吧？这个事儿，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啊。收购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做什么手术啊？这个手术是颈椎手术，就是我还有一条视频呢，叫我的脖子啊，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综合医院要养活一大堆部门，检查全套都是基本操作，不验全了，医生都不给你下诊断。其实我这点今天没有问 Alex 啊，因为像国内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体制，就是医院它本身还是大学，啊，就是这个也还是研究所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构。啊，这个它的这种运作方式，反正是比较麻烦的。5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不就是盒饭的意思吗？那不一样，5星级酒店自助早餐得，很贵的，而且你得坐在那儿正儿八经拿刀叉去吃去。爱发电的那个细说啊，不知道。验艾滋是必须的啊，只要和血有关联，医院都要验艾滋，拔牙都要。啊，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我觉得采动脉血以后，再遇到要拒绝，我家人也是采过动脉血，之后那个结果也就是个参考，并不是起什么决定作用的数据，感觉就是为了医生研究用，或者是这个检验贵，这个不知道啊。反正人家说让你验，你也没法拒绝他啊。流感疫苗以前打过，这个你觉得有个个人电脑、个人手机后，人们需要个人 agent 吗？agent 会取代多少公司的这个职位和员工？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不是程序员啊？有多少不是程序员的人很熟练的使用 Excel？啊，我记得我原来那个老板就是每次都出来说 Excel 我是他祖宗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对于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对吧？其实我一直觉得 Agent 就是个 Excel，就是如果你说，哎，我用 Excel，然后我还能写公式，我还能排序，我还能做这个模型，那我觉得有这样需求的人呢，就应该去玩一下 Agent 啊，你听明白了没有？这个巨型城市的医院，各种设备都一堆啊，县城医院都是捡淘汰的。我们小地方的综合医院拍个片子，医生都看不清。我家人当年就差点耽误在癌症治疗上，好吧。手机银行一次转$50,000也行啊，这个我没试过啊，这个就不跟大家讲了。
测试小扳手123啊，你看到小扳手了吧？美国门诊看病大概率不是去大医院，大医院一般只不看门诊啊，美国也是这样的呀。看病是分布式的去开业诊所，诊所就1个2个医生，不会本身买核磁共振啊。大医院也有医学影像部啊，对外接单啊，这个是这样的。脖子大概率是看电脑的啊，这个反正程序员是比较容易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审计师啊，什么会计师也比较容易干这个事儿啊，就是脖子颈椎有问题啊。个人向境外账户汇款没有啊，这个不知道，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啊。延迟怎么这么久？延迟嘛也没有，我一般是这个先扯淡啊，扯完蛋以后把这个评论刷一下，刷完了我们就结束啊，也1个小时了，对吧？个人外汇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就不说。北京对艾滋病人的关怀非常好，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都这样啊？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周围有没有艾滋病。这个原来不说这个新生入学的时候，大学校长都会讲啊，说我们这儿有艾滋病啊，但是我们保密他是谁，就是这个让新生们做这个探索人生奥秘的时候可以稍微小心一点。我不是程序员啊，但是能用 Excel 写红啊，那你就很适合去玩 Agent 啊。这个 Agent 对于你来说非常非常适合。别说啊，我认识很多程序员连 Excel 都用不好啊。这个程序员跟 Excel 是术业有专攻。你像我就是程序员，我 Excel 用的就很烂。我告诉你，真的跟投行这些人比起来，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用 Excel 因为投行的人一上来就开始建模了。还不如我这个产品经理大表哥啊，产品经理有的时候可能 Excel 使的会更好一些，因为经常看数据嘛。吃药了啊，已经吃完了。应该不是个冒险赌博的人，打架的人啊。第一次买车，出租车同款，高级白领就，美国警察同款啊。怎么说呢？我其实算是在做投资、做创投里头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一个人啊，肯定不是那种脑子一热就往上冲的人。所以呢，我做这块的事情也需要找这个，比较活跃的人去搭个伙啊。要都让我看的话，可能这个所有的这个项目都被我骂哭了，回去了就完事儿了。程序员用不好 Excel 是很正常的，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个加拿大大部分的日常化验 X 都是独立实验室，独立实验室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我还没见过啊，这个国内没有这种东西。好啊，我们今天的差不多到这里了。这个大家中秋节快乐，然后明天我再想想录什么节目吧。明天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可以，哎呀，开个直播跟大家打这个叫什么吧，打个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兵器时代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兵器时代的。我是前面打兵器时代把我一个城市直接给打废掉了。主要是我认识的程序员比较水，用户数据表都建不好啊。我以前还给一个运营系统设计过表头啊。这个程序员也是术业有专攻的啊，有前端程序员、后端程序员，有算法程序员，有这个叫做移动端程序员，或者是别的，它不一样。还有很多嵌入式程序员，我看嵌入式程序员写不好数据表，搞不清数据结构太容易了。这个你不能说他不是个好程序员啊，这个程序员也是一个术业有专攻啊，博大精深的一个产业。对了，在结束之前给大家看点好玩的吧。这个我是最近看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东西啊，给大家瞅一瞅。看一个稍微好玩一点的东西。这个图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我直接写给 Midjourney 说，你给我设计一个英语学习的手机 APP 界面啊，然后呢是这个要求用这个舒适的颜色和这种卡通的这种画风，对吧？然后呢，我等于是给了一堆的这样的指令，然后给 Midjourney，给这个达利，给这个Twitter 啊，让他们挨着个去给我画，然后他就给我画出一大堆来，各种各样的设计啊，但是有的就画的好一点，有的呢就
这个做的很魔幻啊，这个也有的呢，比如说这个是刚才看到的啊，这个其实也还好啊，然后这个是我忘了是谁设计了，这好像是Twitter 设计的啊，都有。然后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达利设计的，这个是我要求他们去给我设计一个骑自行车的 APP 的界面啊，就给我设计出来了。设计的还可以哎，啊，这个我忘了是谁设计的了，这个反正有些就设计的还可以，啊，有些的呢设计的就很烂啊。设计完了以后呢，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当时大概是我大概是给了他一张这样的图啊，我说你照着这个图去给我做 APP 吧，然后告诉谁呢？Cursor 啊，大家看一眼。我呢就把这张图直接托给了 Cursor， 然后我说你去给我设计一个长成这样的 APP， 然后我让大家看一眼能不能看到这个 APP 运行起来的样子啊，大概就长成这样了。当然并不是完全一样啊，打开啊，然后来再共享屏幕窗口，走你，对吧？这个应用叫 Test1啊，它就把我刚才给它这个图片啊完完全全切好了啊，就给我做出来这么样一个东西。然后结束这个，然后呢，你说这个做完了以后，它的其他图片怎么办呢？对吧？很多图标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再次说来，给我照着这样的同样的风格去给我画图标啊，然后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画完了的图标啊。我现在说你给我照着这个风格去给我画图标去，就给我画成这样了。然后剩下的事儿就是再把这些图标再裁下来啊，然后就可以了。我等于让他给我画一大堆图标啊，这是我们画的这个中秋快乐的图。然后我说这个我们再试一个吧。然后呢，我拿这幅图说来给我照这个图再去给我画图标啊，我要拿这个去做 APP 了。然后我就得到了一堆这样的图标啊，这个当然这个是更卡通一些了啊，这个后边又是中秋的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会做设计的人啊，你现在想要去做 APP，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了啊。就是你比如拿到那种一大堆图标的这种图片呢，剩下到我们手里就是把它切成一大堆小碎的图块以后然后直接就可以在程序里边去调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会变得极其的爽。这个商业化到处都是啊，这个再看啊，这是我的战争啊，这个没玩过，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是没玩过。LabCorp 啥的啊，这个没遇到过。我们用 Excel 就是销售台账啊，但是像这种其实你用 Agent 都可以处理得很好。加拿大叫 LifeLab 啊，叫好吧，生命实验室。曾经把女朋友的报表工作自动化了，代码不复杂，但是搞明白究竟需要什么很麻烦，是这样的。美国的大医院也是私立的吧？美国应该也有公立私立，但是对于美国并没有那么了解。这套 UI 输出 SVG，给设计师改一改，能够应付一半以上的业务需求了啊！这个我们就没做 SVG，我就直接 PNG 就生干了。这个干 UI 的哥们儿哭晕在厕所了，绝对的。美国军队有专门的医院啊，美国好像是有军医院，是的。美国大医院，公立的、私立的都有啊，但是加拿大的医院全是公立的啊。加拿大没有私立医院吗？我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剧叫《夜班医生》啊，就是一帮军队医院的
也不叫军队医院，他们我忘了他们应该算跟军队什么关系了。军队一般都有专门医院，是的。美国的医院是非盈利和盈利，公立的是个有点外星人的概念啊。是因为我记得原来有一部美剧叫做《新阿姆斯特丹》，也是讲这个医院的啊，那个很神奇啊，那个故事很神奇。AI 出的图自己没有修改细节的能力也很难搞。其实可以的，就是你可以让它圈出某一块来说，我不太喜欢这一块，给我重画一下，啊，或者多画一堆，完了以后自己去修改啊，这个都是可以干的。而且 AI 你可以直接图说这一小块我不喜欢，然后去给我改一下，啊，这个现在还是可以干出很多有趣的事情。做设计的直接改行做 APP，不是更爽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以后 APP 会变得很多。请问刚才演示的是什么 AI 工具啊？叫 Cursor，Cursor 啊，这个我前面录过视频讲这个产品。想起电线杆那些老军医了，那就是，甭想这个啊，这个实验室公司在美国一个连锁的化验机构，我附近有大概10间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加拿大医院都是公立的啊，诊所全是私立的啊，好吧。但是 AI 没办法做 PPT，当然可以了呀，AI 肯定可以做 PPT 的，像我有很多 PPT 就是 AI 做的。这个退保后买商业保险可行吗？这个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啊？喜欢群星和文明，像赛博朋克这种自由度比较高的，我也喜欢啊。赛博朋克我是不喜欢，所有第一人称视角我都打不了，头晕啊。然后文明我是很喜欢，所以明年出文明新作的时候一定会买啊。等文明出来的时候给大家直播打文明吧。好啊，今天就到这里啊，大家早点休息，节日快乐。我看还有什么？好，再见啊，再见，结束。